年5月，就在印度派宣讲团全球汇报胜利之际，《纽约时报》突然整版打假，标题为“战争让印美充满狂热谎言”。因为小巴总共就6架 F-16D， 印度张嘴就是击落8架的伟大胜利，用的还是俄罗斯 S-400。5月27日，著名大车营学祖师莫迪骄傲地宣布，印度成为继美中德后世界第4大经济体。随后，他庄严承诺，一定要在2047年将印度建成发达国家，有莫迪事必成。就在前一天，普京刚刚宣布俄罗斯跃居全球第4大经济体，而上个月，美国加州也称自己成为第4大经济体，3大影尊正面交锋。大家好，我是学食品的专业下饭 UP 主星辰，跟最近被移民马斯克搞得焦头烂额的小城营生特朗普相比呢，咱们的指定内容赞助商印度可谓风头无两，经济上 GDP 高歌猛进，赶得超日。科技上，莫迪官宣首款印度芯片即将问世，军事上更是大赢特赢。那么请问，印度取得如此成就的秘诀是什么呢？我翻完资料后，简单概括永远赢不麻的上进精神，以及不达目的势必造假的崇高理念，请各位提前把 respect 打在弹幕上。The Indian economy has crossed a major milestone. India has overtaken Japan and become the 4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. में जब देश आजादी के 100 साल मनाएगा, मेरा देश विकसित भारत बन के रहेगा।经常看星辰的小伙伴都知道，作为英王皇冠上的明珠，自由民主的灯塔印度，在莫迪上台后呢，主打一个摸着东大屁股见文件夹，宏伟蓝图包括莫迪 1.0 的印度制造计划，1000天全民电力覆盖， 2.0 时代的100万亿卢比基建方案，自力更生印度，还有最近的半导体大国战略2047发达国家愿景。但这些计划基本都是远看香泽南，近看吴亦凡。2024年，印度宣布拨款12.5亿美元启动印度 AI 使命的投资计划，结果被前来访问的 OpenAI 的奥特曼当头一棒，一个只有1000万美元的 AI 初创公司完全没戏。印度想在 AI 模型上与美国竞争没有希望，这话比较伤人是吧？而今年1月，就在奥特曼再度访印前，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长公开喊话，有人质疑印度 AI 使命，但你看到 DeepSeek 的成就了吗？他们只用550万美元开发了一个强大模型，这就是智慧的力量。人生3大错觉之东大行，我也行。东大声称要达成什么目标，并颁布了计划，印度就照着套。这就是成语生搬硬套的来源啊！那印度 AI 咋样呢？前面那位部长宣布要在今年11月前构建与 ChatGPT、DeepSeek 媲美的本土大模型。好消息是，不用等11月，5月已经成功搞出来了，被誉为印度实现 AI 雄心的里程碑。名儿我不会念，据说支持印地语、孟加拉语等10种印度语言，还能对话、翻译、解答数学、编程问题。坏消息是，上架测试平台后取得了334次下载的好成绩。别说跟 DeepSeek 比了，同期俩韩国大学生搞的另一款大模型都有20万下载。好消息是，5月底印度政府资助的另一家 AI 大模型开发成功，号称它才是本土完全从零构建。其他本土 AI 都是对 GPT 微调。坏消息是，这次再进一步，12次下载啊哈！最后这俩呢都被扒出来是套壳，一个套的老美，一个搬的法国，图啥呢？图交舞呗。这还不是最搞笑的啊！这是一家著名印度 AI 公司 Builder AI，2025年5月它破产了，创始人名叫杜加尔。老新德里正恒河西，2016年在伦敦创立公司，当时他的口号是让软件开发像点披萨一样简单。2021年 Builder AI 推出全球首位 AI 产品经理娜塔莎，号称无需任何技术，只要你有想法，娜塔莎能自动理解需求，自动生成代码。看看什么叫 AI 鼻祖。趁着 GPT 的东风，杜老哥不仅拿到印度政府补贴，融资规模更是高歌猛进，新加坡风投、日本软银争相上门。
2023年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之一卡塔尔投资局领头怒砸2.5亿美刀，紧接着同为印度裔 CEO 的微软也来站台，不光达成战略合作，还将其整合进自家云服务。在一众大佬的支持下， Builder AI 估值突破15亿，跻身 AI 独角兽。2024年，杜加尔向投资人隆重宣布，准备启动新一轮融资，然后他就给大家小刀拉屁股，开了个大眼儿啊！根据报告，该公司2024年预测营收高达2.2亿美元，但随后内部审计结果显示，实际仅5000多万。一查，嘿，您猜怎么着？为了给投资人画饼，这哥们儿直接虚报营收，也不多，就300%啊！按说假账倒不稀奇，毕竟獐子岛的扇贝都能7进7出。问题是这公司压根儿没有扇贝，各路前员工纷纷出来控诉啊，狗屁 AI 啊，这就是个营销 AI 的血汗工厂啊！用户看到的所谓 AI 界面背后全是700多个印度外包老哥手动敲键盘。对的，啥人工智能啊，都是能工智人。想想也对， AI 可不就是 Actually Indians 的缩写吗？有人要说了，那他营销额哪来的呢？他的办法你打死也想不到啊！这家 AI 公司过去5年与印度短视频公司进行了1.8亿美元的循环交易，说人话叫互开发票，怎么样？牛吧？眼看就要爆雷，2025年杜加尔辞去 CEO， 自封首席魔法师，对，真叫魔法师啊！但金蝉脱壳，遇上了投资方的釜底抽薪，公司账户被火速冻结。至此，这场持续8年的 AI 皇帝的新衣终于被公开，不愧是印度啊！其他国家的高端算力 AI 愣是搁这儿干成了劳动密集产业。是的，实力不够，但又得有成绩让自己赢，就导致了另一种假瞎开空头支票。2018年4月，莫迪通过推特宣布，这是永在史册的一天。就在今天，印度所有村庄已全部通电了。但紧接着前执政党国大党跳着说来，是我们国大党给印度97%的村落通了电，你们花了3年才干成这样，是在庆祝多没效率吗？就在他俩忙着抢功之际，有记者查了下，原来印度的全面通电并不代表家家能用电啊。欣赏下印度政府的定义，一个村庄只要有基本电力设施，如学校、村委会、卫生所及10%家庭能用上电，就算通电，属于是只要标准降得低啊，光辉也算6代机。甚至北方邦的村落没通电，管理人员已经开始收电费了。而据世界银行报告，当年印度有约2.7亿人没能稳定供电。类似立 flag 的假案例不在少数。今年5月，莫迪又宣布，首款印度制造的芯片即将下线，这没毛病。自2021年，印度投入100亿启动半导体激励计划以来，力晶、美光、英伟达纷纷开始布局。有小伙伴可能要问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但紧接着，班加罗尔高级计算中心官员就表示，已经获得政府2亿美元拨款，正加快步伐，目标2030年前推出2纳米 GPU 挑战英伟达。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。小提一嘴啊，印度刚下线的芯片是28纳米，目前世界最先进的是苹果手机使用的3纳米芯片。不仅如此，这边莫迪忙着出大旗啊，那边5月台积电婉拒了印度的建厂邀约，同时跨国巨头卓豪取消了经过1年筹备、斥资7亿美元的印度建厂计划，理由是没准备好。别急，还有呢。莫迪上台时提出的让印度结束时速80公里的火车时代，进入300公里时速的高铁时代，还记得吗？首条高铁继2022年爆出5年仅修10公里后，1年后宣布延到2030年。再小提一嘴啊，项目80%呢由日本低息贷款支付，原计划1.8万亿日元，之后大冤种日本又追加了1000亿。最新消息是啊，印度铁道部长看上了日本的下一代新干线列车，根据印度制造业振兴政策啊，要求日本允许部分列车在印度制造。6月，印度交通部长还表示，2年内印度道路基建要赶上美国。新观众可以回顾下印度基建这一期啊，怎么说呢啊？老美的路确实旧，但你这么碰瓷儿，川老师可是要加税的呀。用一首小曲儿来形容就是瓦拉的心配里，从此南亚富饶地，野种偏激，从肚脐拉他到留下新飞机。无名无主，无法
花季，苦在一介朝夕。新的老先长经济，他正医学有默契。那知不测气候，期待起，那光梦内出最晦气。换水不知加到几了，数据统计却也成谜。其实有梦想是好事啊，问题在于想到和得到之间还差个做到。未来计划将要几乎成了万能公式，就像一个小孩没学会走啊，就在幻想 PK 泰森，达不到怎么办呢？于是往 GDP 里灌水，就像学食品工程，最后就业时做下饭视频，非常合理啊。作为全球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，在莫迪上台后的10年里，印度 GDP 连超英法意巴，一路高歌猛进，冲进前5。但奇怪的是呢，2015至2017年之间，印度居然在实际投资增长 4.5%， 出口增长 2%， 信贷下降 2% 的情况下，完成了 7.5% 的增长。这种奇迹全世界没人做到，不是经济界的大仙，就是数学界的逆天。而2023年的统计局报告居然出现生产收入增长率与支出增长严重不符，前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就此提出质疑，这不合逻辑。同一时间，印度涂料巨头也表示，我们 GDP 数据好像与钢铁、水泥等核心行业无关，不知道是怎么来的，我看完差点没绷住。那这是不是造假呢？答：不是，准确的叫调整统计方法。自2015年开始，其实不光印度这么干，点中点有2015年意大利将毒品、性交易、走私纳入 GDP 核算，英法荷等国随后纷纷效仿。不过在 GDP 注水领域，别的国家是改点笔画，印度是炸掉大坝。它的新统计方法包括农牧业不再以肉类总产量衡量产出，而是以肉类不同部位统计，牛粪、羊粪算有机肥，贫民窟的竹竿、塑料棚户算房地产，路边摊贩当服务业等等，经济笑转之，处处编啊！这次所谓的 GDP 超日本就更奇葩了，实际是印度政府的最高公共政策智库把 IMF 报告看错了。就在三哥大开香槟之际，各路媒体开扒，发现报告写的是按目前趋势，印度有望将在2025财年及2026年3月之前，以5.86亿美元的微弱优势超过日本。请注意，这是预计啊，5.86亿美元，日本稍一哆嗦可能说不好，但三哥不仅直接赢，还要3年进前3。经济领域偶遇统计大神，数据灌水强如怪物，拼尽全力无法战胜。对了啊，总理莫迪几乎每年独立日都要对选民喊一遍，到2047年，印度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。大声告诉我，一个国家要发展，要成为世界工厂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信誉，而不是信誉。印度专割外资韭菜，导致外部信誉有一丢丢差，而如此上行下效之下，同样陷入制假售假漩涡的还有市场。还记得之前假钞那期咱们聊过，被废除结果意外转正的数万亿假钞吗？印度坐拥庞大的地下经济，绝大多数都是用现金不纳税的黑户，进一步滋生了贪污、腐败、走私以及庞大的假货市场。类似新闻有这样的，还有这样的，仅仅图钱还好，但伤害远不止于此。2019年，阿萨姆邦农民买到了当地一种私酿的乡村酒，饮用后出现呕吐、呼吸困难，一查是假酒中毒，至少84人死亡，200多人住院。当月，北方邦和北阿肯德邦先后爆出假酒导致100人死亡案件。而据印度酒业协会估算，民众平均每年购买50亿升酒，其中假酒比例高达40%。不仅如此，靠着廉价发达的仿制药远销世界，印度荣获世界药房的美誉。2019年出口创汇超140亿美元，但众所周知，便宜、印度质量高是不可能三角，都知道能赚钱，结果一拥而上。2022年，冈比亚60名儿童因服用印度药厂的4款糖浆后死亡，引发世界卫生组织高度关注。一查发现，糖浆里含有本不该存在的2甘醇和乙二醇，剂量是安全标准的300倍。
更令人担忧的是，据印度官方统计，市场近1/3的抗生素是假货，假冒的汽车零件造成了近20%的交通事故。政府的态度呢？2023年，法国一奢侈鞋品牌状告印度鞋厂仿制侵权，原版零售价约1800美元，印度纺织商以1/10的价格出售仿品，最终法官判处侵权鞋厂罚款2370美元，不到2双鞋的价。总之，再精心的包装也总有露馅的一天，再天花乱坠的宣传也需要实力支撑。此处我有一点，上联口号响宣政绩，统计数据无关统计，下联亲欧美望老中，人工智能只有人工。2024年7月，印度首富之子阿南特举行大婚，比尔盖茨捧场，还有印度政客、宝莱坞明星、商界巨头等1200多名宾客出席，巨星蕾哈娜登台献艺。这场世纪婚礼前后准备了7个月，总耗资超5000亿卢比，仅接送宾客动用了上百架私人飞机，每位宾客还赠送价值25万美元的限量款名表。新娘新郎更是在地中海包下豪华游轮，举办了4天狂欢派对，因为他们找不到足够大的陆上场地招待所有宾客。而就在这场奢华婚礼举办的当月，印度医学高考舞弊持续发酵，试题在暗网，培训机构提前出售，导致满分率是往年的2300%，引发全国抗议。7月2日，北方邦一印度教集会上，原本容纳5000人的现场，实际有约5万人聚集，仅40名警察现场维持，结果发生严重踩踏事件，导致123人死亡，其中大多数为妇女儿童。还是这个月，一31岁实习女医生在加尔各答医院休息时遭到强奸后被杀，随后超30万名印度医护走上街头罢工抗议。还有2024年全球饥饿指数排名127个参评国家中，印度位列105名，得分27.3，属于重度饥饿，且超40%的人口面临教育、医疗、基础设施等多维度匮乏。但同时，印度又是世界上最大粮食出口国之一，很难想象如此割裂且荒诞的事情发生在莫迪宣称要在2047年建成的发达国家。就在印度荣升世界第4大经济体的同时，日益尖锐的人地矛盾、资源分配不均、薄弱的社会管理、狂热的宗教文化，这些哪一个都是自独立以来印度始终未能解决的百年难题。